结婚4年，我丈夫从未跟我同过房。我以前总以为他只是对这种事没兴趣，直到某天晚上，他终于紧紧抱住我，眼看就要迈出下一步时，手机却突然震动起来。发信人是他的继妹，他毫不犹豫地推开我，转身就走。那一刻，我才幡然醒悟，我们的婚姻早已病态。这段关系里始终挤着3个人，实在太拥挤了。尼古拉斯的继妹克劳迪亚深夜住院，而我的角色似乎只是去送几件换洗衣物。他待我与对待佣人别无二致。和尼古拉斯结婚4年，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冷漠。于是我决定自己去找医生，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医生说，病人的病是因孕育引发的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。据我所知，克劳迪亚根本没有男朋友，可送她来医院的偏偏是我的丈夫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眼神里带着几分同情。现在的年轻人儿就爱追求新鲜刺激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让他多说些，他却只是摇了摇头，把我送出了办公室。凌晨1点的医院依旧人来人往，我满脑子都是混乱的思绪，在走廊里不小心撞到了好几个人。克劳迪亚的母亲弗朗西斯·怀特是改嫁进霍克家的。我嫁给尼古拉斯后，克劳迪亚说不愿待在他家的霍克庄园，便搬来和我们同住，住进了我们的婚房。我无数次撞见克劳迪亚亲吻尼古拉斯的脸颊，起初还以为他们兄妹关系格外亲密。可现在想来，没人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连嘴唇都碰过？谁又说得准呢？我不敢再往下想，跌跌撞撞地走到病房门口。病房里，克劳迪亚脸色苍白，满脸泪痕，正紧紧抓着尼古拉斯的衣袖，嘴里喃喃着什么，模样可怜又慌乱。像电视剧里那样贴在墙上偷听根本不现实，现在的门隔音极好，尤其关紧之后。尼古拉斯背对着我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但我能肯定，他此刻一定满心焦急。我的手悬在门把手上，最终还是放了下来。冲进去质问太不理智，况且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承受得住真相。我和尼古拉斯的婚姻本是2大豪门的联姻，从前我总觉得幸运，既能享受优渥生活，又是因爱结合。可4年婚姻转瞬即逝，一切都变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家的家境一落千丈。我不懂经商，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心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独自苦苦支撑。如今公司能维持下去，全靠尼古拉斯时常接济。若是仅凭猜疑就闹起来，恐怕连我们这早已摇摇欲坠的婚姻都会彻底崩塌。家里没人，我径直走向克劳迪亚的房间。女孩子心思多，涉及感情更是藏不住。克劳迪亚本就不是有野心的人，大学逃课是家常便饭。缺钱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挽着尼古拉斯的胳膊撒娇：“尼克，给我点钱吗？”他身高只有1.55米，身材娇小，笑起来像个洋娃娃。尼古拉斯总招架不住他的撒娇，不止他，就连我，每次见他这模样，也会多给些零花钱。可他的房间里连一本书、一个笔记本都没有，梳妆台上只摆着一张他和尼古拉斯的合照，是他们小时候的旧照片。克劳迪亚以前跟我说过，这张照片是他第一次去霍克庄园时拍的，是他缠着这位帅气的继兄合影的。那时的尼古拉斯年纪不大，却已透着沉稳，哪怕一脸不耐烦，俊朗的五官也藏不住。克劳迪亚说，这是他最爱的一张照片。在克劳迪亚房间没找到线索，我又去了尼古拉斯的书房，就连保险柜里的合同我都翻遍了，依旧一无所获。凌晨3点，我拿起手机上网搜索如何找到丈夫出轨的证据，答案五花八门，却没有一个适用于我们这样的家庭。尼古拉斯在各家酒店都有专属套房，根本不会留下入住记录。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毫无睡意。最后还是决定给尼古拉斯发消息：“亲爱的，今晚回家吗？”我很清楚自己是想借他对我的在意来证明他没有出轨。潜意识里，我不愿接受真相，尤其是这件事还牵扯到我的继妹。可我也知道，尼古拉斯不会回来，他会彻夜守在医院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克劳迪亚。心口阵阵发疼。意外的是，5分钟后，我收到了他的回复，只有一个简单的“回”字，和他本人一样冷漠。可就是这份冷漠，却让我莫名欣喜。我撑着脑袋，对着镜子打量自己，明亮的眼眸里透着不谙世事的单纯。可我今年26岁，比谁都清楚，这份纯真，再加上我身上的这套内衣，对男人会有多大的吸引力。我大胆地坐在客厅沙发上，这样尼古拉斯一开门就能看到我。既然克劳迪亚不在，不如主动制造点氛围。我一直等到凌晨5点，院子里始终没有汽车驶入的声音。昏昏欲睡间，眼泪落在了手机屏幕上他那一个字的回复上。
不知睡了多久，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。睁开眼，尼古拉斯深不可测的脸映入眼帘。我从沙发上坐起身，身上的毯子滑落，露出精心打扮的身体。我笑着迎上去，亲爱的，饿不饿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吧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亲密过了。他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听到我带着暗示的话，怎么会不动心？刚才有点事耽搁了。他简单解释了一句，伸手将我打横抱起，往楼上走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大概率和克劳迪亚有关，可此刻我顾不上这些，光是被他抱在怀里，我就忍不住心潮澎湃，紧紧贴着他。我吻了吻他的喉结，语气半是俏皮，半是引诱，亲爱的，我想要你。可他却没有回应我的主动。把衣服穿上，别着凉了。他把我放在床上，说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，径直走向浴室。欲望越是浓烈，此刻的羞愧就越是刺骨。如果他真的出轨，那他对克劳迪亚分明有欲望，甚至能让他因此住院。可他却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愿碰。窒息般的痛苦袭来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。短短10分钟，我的兴致早已消散，浴室里的水声却还在继续。我隔着浴室门问道：“克劳迪亚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去照顾他？”“不用，我洗完澡就过去。”“你不用上班吗？我也可以去照顾他的。”浴室里的水声盖不住他坚定的语气。“阿里亚娜，他现在离不开我。”我靠在门上，笑着流泪。真的是因为他离不开他，还是因为克劳迪亚的病本就和他有关？我的目光落在床上他随手扔着的裤子上，宽松的裤腰拧成一团，像一张哭泣的脸。从裤脚露出来的黑色手机，透着说不出的压抑。结婚这么久，我既看重感情，也尊重彼此的隐私。我们从不干涉对方的私人空间，更不会碰对方的手机。可刚才我已经翻遍了他的书房，多这一次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拿出他的手机，迅速钻进被子里，连头也蒙了起来，心里满是紧张。翻伴侣手机从来不会有好结果。我既怕找到他和克劳迪亚暧昧的证据，又怕什么都找不到，反而显得自己疑神疑鬼。想到他常戴的那串念珠，我的牙齿控制不住的打颤。尼古拉斯，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不知是手在抖，还是太过紧张，密码输了好几次都错了。最后屏幕上弹出提示，密码错误，请30秒后重试。我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我能打开他的保险柜，却解不开他的手机。心跳如擂鼓，我在脑海里飞速回想所有可能的密码，口干舌燥的数着秒，连呼吸都变得急促。5、4、3、2。突然，蒙在头上的被子被掀开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尼古拉斯站在床边，赤裸的上半身还在滴水，8块腹肌清晰可见。他下半身只裹着一条灰色浴巾，若隐若现的腰线引人遐想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刚洗完澡的英俊丈夫，却毫无欣赏的心情。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看到我拿手机时的反应上。他显然没料到我会拿着他的手机，皱着眉，僵在原地。亲爱的，我声音发轻，心底涌起强烈的愧疚感。我像个被抓包的小偷，不知该说些什么来打破尴尬。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眼底翻涌着怒火。阿里亚娜·琼斯。尼古拉斯伸手来抢手机，我以为他要打我，本能地躲开。混乱中，不知是谁按到了拍照键，咔嚓一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屏幕上，我头发凌乱，泪眼婆娑，脸色惨白。很难相信，这和几小时前在镜子前自信满满的我是同一个人。那时的我还觉得自己能勾住他的心。尼古拉斯瞥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神色稍稍缓和，语气带着几分调侃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记录第一次穿内衣给我看的样子。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还暴露着，脸颊一红，扑进他怀里。对不起。我跪在床上，紧紧抱住他的腰，抬头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他。亲爱的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我活了26年，有20年的人生都围着尼古拉斯转。从第一次远远看到他起，我的目光就再也没离开过。少女时期的心事细腻又隐秘，我沉浸在这场单恋的幻想里，无法自拔。我不想让自己人生的信仰崩塌。我那么爱他，也想让他同样爱我。尼古拉斯抬手摸了摸我的头，紧绷的下颌线条柔和了些。我最近得先陪着克劳迪亚，等过段时间，我可以带你出去旅个游。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，克劳迪亚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会半夜住院？没什么，老毛病了。在他一贯冰冷坚定的眼神里，我竟看到了一丝闪躲。失望瞬间涌上心头，我知道他不愿告诉我真相。就我们2个人去吗？我又试探着问了一句。就连我们的蜜月都带着克劳迪亚。那时我刚嫁给尼古拉斯，克劳迪亚就突然重病，家里人都很紧张，却没告诉我她具体得的什么病。
为了表现的大方，也为了讨公婆欢心，我同意了他们的提议，陪克劳迪亚去国外治疗。那时他还未成年，对我很防备，只愿意让尼古拉斯陪着。考虑到他的病情，我没多说什么。可从那以后，我和尼古拉斯就再也没有单独出过门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病态，因为这关系里始终藏着第三个人。尼古拉斯迟疑了，不如我们再去国外度一次蜜月吧，顺便试试要个孩子。弗朗西斯阿姨也催得紧了，我加大力度，步步紧逼。或许是想起了从前对我的亏欠，或许是想到了他母亲逼他喝的那些补药，他皱了皱眉，又缓缓舒展开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想去哪个国家？他帮我理顺颈边的碎发，指尖的触感让我心头一颤，爱恨交织。我学着克劳迪亚的样子，露出娇俏又讨好的笑容。当然是先从我们自己的国家开始啦，目的地就是光辉式的珊瑚别墅，或者就从我们这张床开始。我纵身一跃，双臂勾住他的脖子，用力吻上去，双腿也缠上他的腰。他回应了我的吻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拖着我的身体，两人一起倒在床上。他终于还是对我动心了。尼古拉斯的吻越来越热烈，我身上单薄的衣物很快就被褪去。他双手握住我的脚踝，眼看就要迈出最后一步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尼克，通知栏弹出一条消息，发现人是克劳迪亚。他握在我脚踝上的力道加重，我忍不住皱了皱眉。他显然也看到了那条消息。紧接着，克劳迪亚又发来几张照片。尼克，我好看吗？快夸我！你澡还没洗完吗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克劳迪亚向来活泼外向，发消息总是像机关枪一样密集。尼古拉斯想推开我，我却不肯放手，双腿依旧缠着他的腰。别走好不好？我们继续行不行？我的声音软得像水，用尽全身力气引诱他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捏了捏我的腿，没兴致了。疼痛让我松开了手，眼睁睁看着他裹上浴巾，下楼走向步入式衣帽间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和克劳迪亚有着截然不同的角色。她是被捧在手心的宝贝，是受尽宠爱的小公主。而我作为尼古拉斯的妻子，必须时刻举止得体，温柔贤淑，懂得顾全大局。换做以前，他说这种话，我一定会乖乖躺下，继续在苦涩的空虚和孤独里煎熬。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除非得到证实，否则只会疯狂生长。我赤着脚，急忙追了上去。步入式衣帽间里的一幕让我如遭雷击。尼古拉斯把手机架在手表展示柜上，卡在两个表盒中间，一只手撑着柜子边缘，另一只手在腰下快速动作着。不远处是他踢到一边的灰色浴巾，虽然大半身体被挡住，可他在做什么，一目了然。很快，衣帽间里就传来了清晰的、带着暧昧气息的声音。我的脚趾蜷缩着抵在木地板上，一股寒意席卷全身，像被施了定身咒似的，僵在原地动弹不得。尼古拉斯很快抽了几张纸巾，我以为他结束了，可没想到他竟又重新开始。直到这时，真正的剧痛才袭来。他手臂的每一次动作都像一把刀，狠狠扎在我心上。克劳迪亚的几张照片就能把他从我们的床上叫走，对着照片自我慰藉，却对我这个活生生的人视而不见。那一刻，一个震耳欲聋的真相砸在我眼前：尼古拉斯真的出轨了。他的所作所为彻底击碎了我的世界观，印证了我最可怕的猜想。我被最爱的人背叛，尊严被肆意践踏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，痛彻心扉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眼泪在流，嘴角却在笑。我没有上前质问，而是独自回到卧室，用力关上门，痛快地哭了一场，然后迅速洗了把脸，化上妆。我要赶在他之前去医院见到克劳迪亚。仅凭丈夫对着别的女人的照片自我慰藉，法院在离婚时不会给我更多补偿。我需要更确凿的证